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平常不注重体态，一到天气啊稍微热一些，衣服穿少一些的时候，一下子全部都暴露出来了。而且啊，如果长期体态处于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之下，还会影响着什么呢？我们的一个骨骼，包括我们的肩部、我们的颈部、我们的整个脊柱。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体态长期处于这样啊，含胸啊、驼背，它就会影响到他的发育。对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比如说40岁啊、50岁的人，它就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的关节活动受限。信不信？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啊。我们把我们的双肩往前，双肩往前，就这样啊，把我们的胸弓着啊，然后这个时候把我们的胸弓着以后锁定，来活动一下你的肩，看一下你的肩膀能不能去打开，能活动多大。是不是感觉你的肩膀一下子就被锁住了？这个盲区啊是很多人都难以发现的。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肩膀去挺起来以后，你再活动一下，你看你能绕多大？哎，你再看一下我们胸这样弯着驼着，我们去吸一口气，你会发现还没吸一点就感觉到底了。但是我们把胸打开，再吸一口气，一下子就到底了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态给予我们身体能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现在我会教大家一个动作啊，你坐着每天没事练一练，就能把你的体态状态给练好。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咱们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甚至是正在工作的一些年轻人，都可以去练，非常的简单，每天3分钟就可以啊。怎么去做呢？首先我们坐姿，然后把我们的腹部啊向内收紧。腹部向内收紧以后呢，你看身体啊先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然后把我们的手这样啊举起来，举起来以后五指并拢，哎，你看把我们的手臂向后去夹啊，你看向后去这样去夹，夹到底以后啊，你会感觉你的2个肩胛骨啊，在到一个底以后有一个夹紧的感觉，而且从侧面看，你的胸部是挺起来的，形成这样一个姿势。好。在这个姿势之下呢，我们需要做一个略微的调整。什么调整？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侧着，大家看一下啊，此时我的手和我的手肘和我的肩部是不是不在一条线上面？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手怎么样？往后去移。哎，你看形成一条线，你看这也不是一条线啊，这是明显的有点往前斜着，对不对？把它这样去移，你看手这么一移，胸就挺起来了。然后把我们的下巴，哎，你看。往后缩一缩，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从这个侧面看一下，你看啊，我们夹紧了以后，把手你看移到一条线，这时候脖子是在前面的，把我们的下巴再往回缩，这个时候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不用看镜子，我就知道啊，我整个人从这个侧面是一条平整的线下来的，啊，就这么一个状态。保持住3到5分钟，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动作会很轻松，很多人刚开始练1分钟不到的时间，整个后背一些地方平常都没有感受的地方开始酸啊、胀啊，这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正常的体态之下，我们有很多的肌肉开始被你激活了，开始发力了，背上的肌肉开始慢慢的向中间去募集，原来一些松的肌肉开始变紧了，肩胛骨开始慢慢向好的地方去靠拢啊。就把这个姿势做好啊，每天去做上一个3到5分钟。你可以让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自己去做啊。做完以后，你的感受就是什么呢？我3分钟或者2分钟做完以后，我身体放松，你会发现你再去想做这个动作有点难受了啊，不适应的啊，反而感觉这样去感觉很挺拔、很舒服、很自信。哎，这就是这个动作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帮助，简简单单，但是里面包含着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元素，所以大家把这个动作一定要记好、收藏好。你跟着我做完感觉棒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的肩膀上面僵僵木木的，胳膊往上抬一抬，发现这个里面啊出现了咯噔咯噔的声音？还有很多朋友啊，他胳膊啊只能抬到一定角度，再往上走一点点，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空间啊被挤压了，深层啊传出来了一种疼痛的感觉。其实这些问题啊，你要归根结底啊，就是要找到我们的肩胛骨。你别看我们的肩胛骨啊位于我们的身后，其实我们上半身整体的核心都是围绕着肩胛骨的状态。一旦肩胛骨啊发生了位置上面的偏移，轻则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肩膀的一个活动受限。
重则呢，它会让我们的整个肩颈啊都变得非常的沉重啊。所以今天呢，我教你一个肩胛骨的活动操。这个活动操啊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大家感觉有用的，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出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都跟着我念一遍。现在我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咱们做这个动作需要借助一条毛巾，把毛巾啊像我这样折成什么呢？一个条状。然后双手啊握住毛巾的两端，把它举过头顶啊。这里呢有很多朋友会说啊，就是说老师我的胳膊啊抬不上来啊，我举过头顶我就疼，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举到自己的极限。比如说你的胳膊只能抬在这儿啊，在这个范围内不疼没有关系，你就抬在这儿就行了啊。咱们能往上尽量往上，往不了上的啊，在一个什么呢？自己的极限范围，遵从一个原则叫做无痛原则啊。你看，把这个毛巾举上去以后，我们怎么做呢？啊，双手啊要往两侧就要持续的拉开，就像什么呢？就像去拔河一样，把这个毛巾举起来，像拔河一样向两侧用力。你只要保持住像拔河一样的发力，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肩膀上面就开始酸酸的了。它这个里面深层的一些平常锻炼不到的肌肉就已经被激活了。我们跟着一起去做，来感受一下，保持5秒钟。好。当你有了这样的感觉以后，好，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肩胛骨开始活动起来。来，往后转，啊，就这样绕着去转，来顺时针，好，去做上一个3到5下。做着做着，你会发现这个动作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整个肩胛骨活动到了，还能把我们的整个后背也给带到了。就这样，反过来再来一个3到5下。好嘞，3到5下做完，哎，这个时候是第一组，我们每天做上3到5组啊。做完了以后，这个动作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把这个毛巾举起来，然后我们双手啊抓住毛巾的两端，一样是往外侧去用力，让毛巾绷得紧紧的啊，像一个拔河一样，开始怎么样去转？大家看我毛巾的一个方向啊。转的时候，整个手臂也要用力去转一个8字啊，你看，就这样。抬着往下做，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手松了啊，一定要保持啊张力啊绷紧的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给予你的啊，不仅仅是整个肩胛骨的活动，连带着整个后背啊都会变得轻轻松松。做完以后啊，很多地方原来有一些酸酸的啊，里面不舒服的，做完以后就非常的舒服。而且很多朋友啊是非常喜欢这种紧绷感的。什么叫做紧绷感？你跟着我去做，你就能感觉到整个后背包括肩膀后侧的肌肉都能够锻炼到这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其实锻炼的正是我们薄弱的一些肌群。好，就这样绕上一个啊，大概10下到20下啊左右算一下，那么这一套动作就做完了。一般来说，我建议大家啊，隔一天做一次，隔一天做一次，连续做上一个2周左右的一个时间，整个肩膀包括后背都会有一种被打开的感觉，而且肩膀上面轻轻松松。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不要再揉腹了，你揉的方式只要不对，意义也就不大。为什么咱们很多人啊每天跟风啊，吃完饭以后啊就喜欢把我们的腹部揉一揉？其实呢，他不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我的师傅啊，92岁道家正统啊，他就说过，我们的身体上面有9把火。这9把火啊，你看不见。那么其中1把火呢，就掌管着我们整个脾胃。这把火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肚脐当中。这把火它烧得越旺，我们的脾胃的工作的性能啊就越佳。反之，这把火的火苗如果灭了，你会发现你的脾胃啊就会容易遭受一些小寒、小凉、小湿的困扰。那么脾胃工作状态下来了，自然而然带来的是什么？酸啊、反啊，里面容易一抽一抽的，包括往下走，你怎么吃进去的，它怎么出来，它就不给你好好工作，时不时啊来倒腾你一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年轻的人，15岁、20岁乃至30岁这样的人，你看他们的脾胃状态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把火啊，看不见的火燃得比较旺，所以他们即便在冬天去吃一些生冷不忌嘴的东西啊，你看吃到里面都有这把火啊帮它温着，保着你的脾胃。但是你想一下，过了30多岁，40、50、60，你还敢这么做吗？你寒的东西啊，你是沾都不敢沾。
碰都不敢碰。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只要一吃，它就跟你闹腾啊。我们的脾胃的习性，它就是喜欢温，它不喜欢热，也不喜欢冷，更不喜欢湿湿寒寒的，它就喜欢温。怎么样让它的性能发挥出来？就要让它在喜欢的状态下去工作。那咱们怎么去做呢？有2个方法，这2个方法你结合起来，一般来说749天，你会发现你的脾宝宝、胃宝宝又重回了巅峰。怎么去做？第一个方法，你要知道，我们这把火要把它升起来，怎么去升？我们的脾胃喜转，但是不是这么转啊，不是这么转，这个叫做揉啊，我们叫转。大转法怎么去做？这么去转啊，不要饭后去做，饭前1小时，99下，这么去转。记住转的方向，你不要转反了啊，右升，左降。把手放在你的右侧，右升，左降，右升，左降。你做99下，你会发现里面啊就燃着一团小火焰，热乎乎的，可太舒服了啊！这是第一个方法，它叫做温阳法，把我们的脾宝宝、胃宝宝让它的状态活跃起来。但是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啊5年、10年的小湿小寒就困在这儿，一直啊缠着你的脾宝宝、胃宝宝，那怎么办呢？这里呢就要用到咱们的第2个方法。第2个方法啊，来自于南怀瑾老师。南怀瑾老师这个方法不仅是帮助了我自己，也帮助了我的家人。我把它分享给很多的粉丝朋友啊，更是个个都竖大拇指。什么方法？大家记住啊，人人家里面都有。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桂圆肉1颗。把它放在研磨罐里面，研磨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这颗小丸子啊，威力可大了。把它晚上睡觉之前啊，就放在我们的神阙这里啊，肚脐当中，封盖好，不要漏缝啊，让里面的这个精华、这个气味啊，能够顺利的被我们肚脐这个小通道里面的小抓手啊，给它抓走。这样的话，就能慢慢的在夜间你睡觉的时候，把你的脾胃啊给它养好。很多朋友啊用了这个方法以后说实在是太牛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自己是没有时间做的，动手能力呢也不强，咱们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和大伟一样，选择别人做好的成品去用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把这个成品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瓶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把一些小湿小寒都请走了。这个肚脐贴啊，为什么说它好？咱们把盖子打开。你轻轻的一闻啊，里面的味道啊非常的浓郁，味道越浓郁，证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啊就越真。从里面咱们拿出这么一颗小小的丸子啊，就这么一颗小小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它送的封贴啊，把丸子啊放在这肚脐当中，封贴给它贴好，哎，这么一贴。就完事了。如果感觉身体上面的小湿小寒啊比较重的，脚底2个涌泉也给它贴上，每天贴上3颗，你会发现过了749天，整个人的状态啊完全不一样。你说大为你怎么这么知道的？我自己用过啊，我不用过的话我能知道吗？我自己用了好才分享给大家。那么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前面2到3天是没什么感觉的，到了第4天的时候，所有的朋友们啊，你们记住，第4天的时候，有的朋友像我一样就会出现什么呢？往厕所里面去跑。我记得我第4天跑了4趟还是5趟厕所啊，出来的都是脏脏的。然后呢，到第5天就又正常了。但是第5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把它撕下来的时候，我的整个小腹当中这一圈都燃起了一圈小火苗。这个小火苗热热的，感觉温温的，即便把这个肚脐贴撕下来以后，也是温温的，就一直帮着你啊，守着护着你的脾胃。所以大家用完以后啊，很多人啊感受到了，都竖大拇指。这个方法不仅我自己在用，我的家里面的人，我的亲戚朋友，包括很多粉丝朋友们用完以后都说非常的棒，所以把这个成品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自己啊懒得动手做，就可以在下方的橱窗直接获取和我大伟一样用的同款的肚脐贴。咱们一定要记得把第1个方法温阳法把它做起来，配合咱们第2个方法一起去做，1+1大于2。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长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都是方法上面用错了。只要用对了方法
很多问题啊，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难。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助到咱们每一个朋友、每一位家人。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腰都不太好，特别是腰不好的人，还连带着坐骨神经一起出问题的，也是大有人在。咱们今天啊，大家都看到啊，我教大家2个动作，这2个动作可以说是和你以前接触的动作啊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要相信我，你跟着我去练完这2个动作以后啊，你的腰部、你的神经啊，一些比较紧张的地方都能完全的松开来，而且只要经常练一练啊，就能很好的去稳固你的腰椎，打开你的这个神经的一个通道啊，释放出来一定的空间。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啊，腰、腿、背都能完全的打开，因为腰它是作为人体的一个中轴，所以腰好了，你的腿脚包括背部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跟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动作。咱们这一次啊，总共有2个干货动作，咱们先讲第一个啊，非常简单，你看就坐着啊，腿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很简单吧？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摆过这个姿势啊。你看左腿啊往下放平，右腿啊立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手臂这一侧啊，你看往前去压，压在这里，另一侧呢放在我们这个手臂的前侧啊，这样放。这个动作是锻炼我右侧的这个腰部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拉伸和释放。好，然后此时动作形成以后，把腿伸直啊，伸直，尽量去往下去伸啊。你看什么叫往下去伸呢？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往下去伸。好，当你达到极限，你看我再往下动不了了，这就是极限。动不了以后怎么办呢？好 ，OK， 我们开始把脚，你看去旋转，是转啊。你会发现啊，你哪一侧越紧，你这个脚啊转起来就越费力，而你脚只要一转动，这样一转，哎，它就带着咱们的整个腰背啊肌群全部就拉伸到了啊。咱们就这样看来，做的时候啊，是目光啊是朝下方的啊，因为我要给大家讲解视频，所以呢，我眼睛会看着我摄像机的位置。但是咱们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眼睛看着下方，看我手指这个位置啊，看好，然后来转动，每天转个10下到20下，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做。2、3，很吃力的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做起来是很吃力的。5、6、7、8，注意看我脚尖，9、10，好，转完了以后回归我们正常的一个姿势。好，此时你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啊，这样活动一下，好，你会发现啊，这半边身子啊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轻飘飘的感觉特别的爽。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你看，比如我锻炼我的左边要不把它牵扯开来，对不对？那我左腿就要立起来，右腿就这样啊，放好。此时一样的，把我的左手啊，你看放下去，然后右手放在左手的前方，大家看啊，右手在左手的前方，然后把腿伸直。好，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呢，你看腿再往下伸，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再往下。好，然后腿转，1、2、3，好，眼睛看这个位置啊，眼睛看这个位置。4，好，5啊，我们就这样做10下。6、7、8、9、10，好，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啊，感觉原来就是你正常感觉不出来的，动作一摆出来，很多身上紧的地方就随着我们这个脚转，慢慢就显现出来了。然后转着转着，这个地方拉开了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整个腰部啊、背部，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我相信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了以后，你们就会有满满的收获。最好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想要学找不到了。好，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更简单了啊，在这里呢，我的演示是什么呢？啊，我不能把头这样做这个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头是这样埋进去的啊，你看手抱背，头埋下去，但是我这里呢卡着一个麦克风，我只要一做这个动作，马上音就爆了啊，所以呢，我们做的时候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这个动作的重要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像晚上睡觉之前趴在床上啊，或者在瑜伽垫上都可以，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脚，你看来回的搓动啊，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出来，这样看，看到没有？脚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好，
我把这个动作，我马上不讲话，我把这个动作完全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我头是要抬起来的啊。我们是把正常做把头是低下去的，然后把脚你看来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就像一个小虫子啊在地上蠕动一样。其实我们脚在一前一后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放在后面，你会发现啊，它是在锻炼着我们的腰部，它肌肉啊是一直像2根筋啊，就绷在这里啊，来回的去搓，就是你这个脚啊一前一后来回搓动搓动，它就把我们的骨盆的位置啊，我们的整个腰椎的位置啊，给它排列好了啊。所以这个动作它是紧中带松，松中带紧，看起来简单，里面不简单啊。你们做的时候呢，就是动作可以缓慢，就像这样，慢慢的去做啊，挪动起来。然后慢慢的感觉这个腰啊灵活了，很多朋友刚开始做这个动作，它灵活不了，慢慢的腰灵活了，动作做得越来越好。每一下伸展，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右脚为例，右脚往下伸，伸到极限，这就是我的极限。你看，这个是正常，这个往下伸就是极限，然后回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啊，就这样啊。每天去搓上一个50下到100下，然后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腰部，你会发现前所未有的一种非常好的轻飘飘的体验。而且呢，这个动作坚持做一做，你整个身体啊，我们讲的啊，这个腰部为轴心，然后你的腿啊、脚啊、背啊都能慢慢打开。这套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虽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啊普普通通，但是呢，你体验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它和你以前接触的一些锻炼的动作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孰好孰坏呢？其实自己体验就能感觉出来。好了，咱们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到这里，我是大伟。还是那句话，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大家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下，谢谢大家。